这绝对是近年来最吓人的悬疑恐怖片，一经上映变成了无数人的午夜噩梦。据说很多人看完后再也不敢独自乘坐电梯。该片由3个恐怖故事组成，赶紧艾特上好友一起抱团。第2个鬼故事，暗角。眼镜妹和虎牙妹是一对好闺蜜。这天，两人正在偷看男神杰森打球，突然男孩回眸一笑，2个女孩看到后欣喜若狂，背着书包就有说有笑的离开了这里。可单独行走的虎牙妹却遇到了一只流浪猫，她本想将小猫带回家领养，可她却钻进了夹缝处藏了起来。虎牙妹掀开黑布寻找，结果却与一具死不瞑目的男性尸体完美邂逅。虎牙妹见状落荒而逃，但这双狰狞死眼还是记住了这个清纯小姑娘。死者是一个盗窃犯，因入室行窃时不慎掉进墙体夹缝，从而变成了冤死的孤魂野鬼。而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虎牙妹也开始被怪事缠身，前一秒还在正常行进的电梯，下一秒却突然骤停。虎牙妹害怕不已，疯狂求救，没想到紧急按钮也在此时莫名失灵。这时头顶的抽风机传来阵阵怪声，虎牙妹好奇地抬头看去，结果虎牙妹觉得自己肯定是看到了脏东西，就找到心理学家李叔帮忙解围。可对方作为无神论者，根本就不相信什么怪力乱神，他认为这些都是虎牙妹看到夹缝中的尸体后产生的幻想，只要不胡思乱想，所有的恐惧就都会随之消散。在李叔的劝解下，虎牙妹也慢慢淡忘了那件事。经过10年的打磨，虎牙妹摇身一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一线歌星，事业上顺风顺水，生活上也时不时会得到年轻老板的滋润。为了更加方便两人私下交流，老板特地给她租了一间豪华公寓。搬家第1天，虎牙妹叫来了闺蜜前来参观，没想到却与中学时的男神杰森再次偶遇。此时的他已是一名当红男歌手，现在又刚好居住在这里，这对2姐妹来说无疑是人生一大喜事。两人兴奋地聊了整整1晚，没想到闺蜜刚走，虎牙妹就收到了杰森的粉丝留言。原来杰森不仅是虎牙妹的暗恋对象，更是虎牙妹的忠实铁粉，这对虎牙妹来说别提多高兴了，当即就和杰森热聊了起来，暧昧的情话更是一句接一句。杰森说我会一直在附近陪着你，不料这句话却让虎牙妹陷入沉思，同时当年看到男尸的场景也再次涌上心头。也就是从这天开始，她就总感觉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，而且还时常被恐怖梦境惊醒。这天，虎牙妹与杰森聊天时，桌子底下却突然发出异响，她慢慢蹲下身来查看，没想到却再次与当年的狰狞男尸四目相对。虎牙妹大叫着从梦中醒来，由于多日的怪事，虎牙妹也接近崩溃。为了缓解这种症状，她再次找到李叔寻求帮忙，可李叔却说这是她压力太大产生的幻觉所致，随后便开了些安眠药帮她缓解症状。晚上虎牙妹喝药时，卧室又传来了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她急忙出来查看，发现柜门不知何时被打开一道缝隙。就在这惊魂未定之际，电话铃声又突然响起，原来是闺蜜打来的慰问电话。虎牙妹埋怨老板不守信，本来答应好天天过来加班，可现在却说要照顾家人，只留自己担惊受怕的独守闺房。殊不知此时一个神秘黑影就在身后陪着她。第2天晚上，虎牙妹找到老板主动摊牌，她希望男人能留下来陪自己几日，可男人作为有妇之夫，怎么可能明目张胆的天天出来偷吃？为了摆脱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，她决定结束这段婚外情。虎牙妹一听此话，气愤的夺门而出。老板见状点上华子缓解心情，没想到下一秒另一边，虎牙妹独自来到海边散心。此时杰森的信息又适时的发送了过来，就这样两人一直从深夜聊到了第2天早上。虎牙妹心情大好的返回家中，却看见楼下围满了警察，原来是老板已经坠楼身亡。由于监控里有虎牙妹不在场的证据，所以警方并没有怀疑她，做了笔录之后便让她离开了。回到公寓的虎牙妹见到杰森走来，直接就冲到对方怀里大哭起来。杰森受宠若惊，不知所措。女友看到这一幕，以为男友脚踏2只船，瞪了虎牙妹一眼就转身离开了这里。此时虎牙妹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和自己聊天的根本就不是杰森，那这个人又会是谁呢？这时闺蜜正好赶了过来，看到虎牙妹哭得稀里哗啦，当即就表示会照顾她一辈子，随后更是强行献上深情一吻。这种亲密举动让虎牙妹大吃一惊，加上闺蜜此时的暧昧情话，虎牙妹也终于知道了网友的真实身份，那就是自己视为己出的好闺蜜。痛失爱情和友情的虎牙妹以为自己失去了一切，躺在地板上痛哭流涕。就在这时，她却收到了这样一条信息：自从装修结束后，我就一直在陪着你。原来装修工人一直暗恋虎牙妹，于是就趁装修时偷配了备用钥匙。当得知虎牙妹被老板欺负后，他就偷偷潜入房间将老板扔下了楼。想到这些，虎牙妹担心装修工人再次私闯民宅，就锁上房门，钻进衣柜藏了起来。没想到却从里面看到了更为恐怖的小眼神。虎牙妹大叫着冲出衣柜，她一边拿着刀具防身，一边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可等警察赶到后，装修工人却转身跑向了阳台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虎牙妹最后一眼，然后麻利地从高处跳了下去。此事给虎牙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，她又找到了心理医生接受治疗。对方试图通过催眠疗法治愈女孩的内伤，没想到清醒后的女孩却露出了甜甜的微笑。没事的。
你能不能快一点？谢谢，我很急啊！我肚子很疼，要拉很久，你刚进来，快不了啊！喂，小姐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急啊，你别介意啊。就当女人一泻千里骨软筋酥之际，突然看到旁边的女孩正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。女人好奇地上前查看，没想到看到一张完全合案的这就是失衡胸肩的第3个不适，赶紧艾特上好友一起报围观。繁华热闹的大商场里，知名网红杨伟哥正在激情澎湃地通过直播对外招租。这时，一位美女老板突然凑到镜头前，她说自己是杨伟哥的粉丝，因为在这里租到了一个黄金商铺，现在已提前实现了财富自由。随后，杨伟哥又冲到了电梯里直播，可面对这里的尴尬气氛，他也是满脸词穷，再加上身后戴着异形面具的女孩，这让本就有些不自然的杨伟哥更加发毛。好在电梯及时到达了对应楼层，诡异的是，随着人群的消散，那个面具女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粉丝们看到杨伟哥不自在的表情后，纷纷留言那里是猛鬼商场。可杨伟哥作为一个专业网红，根本就没把这些话放在心上，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来来往往的人群。他认为就算这里真的闹鬼，那也无法阻挡这里的超高人气。此时那个面具女孩就在角落死死盯着他，毫不知情的杨伟哥仍旧在忘我的展示商场的人声鼎沸。这时他突然发现有人在围着自己转圈圈，于是就麻利的结束了这场直播。原来这些人都是他花钱请来的临时演员，目的就是为了营造一种热闹假象，从而收割更多新鲜韭菜。随着直播的结束，演员们也3、5成群的陆续离开。从他们的聊天里，我们得知这里的真实出租率其实连30%都不到。这时知名打假主播白发女也来到了商场，她来此主要就是拆穿杨伟哥的真面目。没想到面具女却再次幽灵般出现，白发女察觉不对劲，直奔2楼而去。结果面具女没有追到，却正好看到了杨伟哥与黑粉互对的场景。对方因为听了他的招租建议而损失惨重，现在特来找他讨要说法，结果却被杨伟哥理直气壮的一顿臭骂。摆脱了女黑粉的纠缠后，杨伟哥就想抽根烟舒缓一下，却被保安告知此商场禁止吸烟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去楼上的卫生间。没想到他刚爬上电梯，保安就顺手关闭了商场的所有照明。此时面具女正在卫生间冲洗面具，突然一个群演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。由于蹲坑里人满为患，他直接就跳上了洗手池，原地解决。这时角落里的面具女却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女人好奇地凑过去查看。隔间里的坑警听到有鬼，全都大叫着跑了出去。此时杨伟哥也正好来到了这里，他以为这些人在追逐打闹，也没当回事，就直接来到了男厕隔间喷云吐雾。这时隔壁突然传来响动，杨伟哥赶紧拿出手机拍摄，本以为会拍到一些劲爆内容，没成想拍到的却是另一名商场保安。这时一个手持大砍刀的主播也来到了男厕，他看到杨伟哥走了出来，上去就疯狂砍杀。还好杨伟哥身手敏捷，躲过致命一打，但对方似乎并不想放过他，两人你来我往，不相上下。生死关头，杨伟哥使出洪荒之力，一把就掉了对方的面罩。原来他就是刚才关灯的假保安，同时也是被杨伟哥欺骗的众多受害者之一。他之所以绑架真保安冒充其身份，就是想要杀死杨伟哥，为民除害。就在他即将大功告成之际，面具女却跑到了男厕，她摘下面罩，露出那张恐怖之脸。假保安看到后被吓得魂飞魄散，而这也正好给了杨伟哥可乘之机。他夺过砍刀，直接就将假保安刺成了马蜂窝。看到地上血流成河，杨伟哥知道自己杀了人，可他不仅毫无羞愧之心，甚至还恬不知耻地对着镜头宣称自己是正当防卫。与此同时，白发女也闻声赶到了女厕，她看到有人倒在血泊中，就想通知警察来处理此事。没想到一个黑影却从身后一晃而过，白发女以为是凶手，便跟了出去，结果却连根毛都没找着。殊不知刚才的黑影早已躲进了楼梯口，而他就是刚杀完人准备畏罪潜逃的杨伟哥。白发女因为没有找到目标，便来到服务台查看监控。这时浑身是血的保安也重返工作岗位，他一边查看监控中杨伟哥的位置，一边嘟囔杨伟哥是个害人精，随后便走上电梯去找杨伟哥报仇。白发女得知对方是受害者后，就想让他爆出杨伟哥的更多黑历史，只可惜男人还没开口，就因失血过多而彻底凉凉。另一边的杨伟哥准备离开时，再次看到了面具女的身影，他以为对方也是个投资失败者，就理直气壮的大骂女孩活该被骗。不多时，白发女也赶到了这里，原来面具女是他的亲姐姐，两人之所以追着杨伟哥不放，还得从14年前的大吉利商场说起。当年两姐妹亲眼看到杨伟哥乱扔烟头，导致商场引发巨大火灾，从而活活烧死了70多条鲜活生命，其中就包括两姐妹的父母。姐姐虽保住了性命，但姣好的面容却一去不复返，只得戴着面具遭受异样眼光。更令人可恨的是，当年烧成灰的商场再次翻新改名，杨伟哥身为网红更是无底线直播骗钱，这种挨千刀的营销行为简直就是该死。于是面具女点燃打火机，她要烧死杨伟哥解心头之恨。白发女担心姐姐吃牢饭，就希望杨伟哥对着镜头给当年的受害者当面致歉，没想到他却一把推开白发女逃离了现场，两姐妹在后面紧追不舍。这时男人的身后突然出现了冲天大火，似乎当年那些被烧死的冤魂也全都杀了出来。
但杨伟哥还是有惊无险地跑上了车，没想到面具女早已提前来到了后座，她将汽油浇满全身，然后逼迫杨伟哥开车远离闹市区。随着车子越来越远，豪华宝马也变成了报废火车。白发女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悲痛欲绝。虽然大仇已报，但她却永远失去了一个好姐妹。二娘没了，二娘没了，二娘没了。